多家巨头爆雷，美国芯片开启寒冬，中国芯片产业崛起的机会来了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建绍。在中美高科技战争的背景下，拜登政府默默地发动了对华高科技新冷战，限制光刻机企业向中国出售 EUV 光刻机和数据传输速率在每秒600GB 的芯片。美国的目标很明确，一是限制中国获得最先进的芯片制造工艺，二是限制中国获得用于超级计算机等项目的高性能芯片。拜登政府想以此保持美国在芯片领域的霸主地位。不过今年以来出现了一个奇葩的现象，一方面主要用于消费市场的高精密芯片严重过剩，美国的多家芯片巨头爆雷，甚至开启了寒冬。比如高通本季度的收入预期大幅度下调了 25%， 美国超微半导体宣布本季度行业亏损6400万美元，市值蒸发151.8亿美元。美光科技预测9月至11月的营收同比会下降 45%， 英特尔公司3季度的营业额下滑了 20%。 另一方面，由于主要用于汽车产业链上的90纳米级别的芯片出现严重短缺，从而导致汽车制造业遭受到了严重损失。2022年，车规级电源管理部件、微控制器等芯片的交货周期依然在拖长，在今年上半年已经达到了32周。芯片短缺造成了2021年全球汽车行业收入减少了1100亿美元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那些加工要求越高的微电子芯片，往往主要用于手机、电脑、游戏机等消费电子领域。一旦出现性能过剩，就会导致需求乏力的情况发生。今年有些向手机供货的芯片企业已经砍掉了30%订单。台积电也出现了7纳米生产线过剩的情况，而以汽车所需芯片为代表的功能芯片，因为加工工艺要求低，利润呢也比较低，而需求又相当旺盛，仍然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。一辆传统的汽车一般需要用到500到600颗左右的芯片，一台好一点的新能源汽车需要的芯片可能会达到2000颗左右。而中国又是全球最强大的新能源汽车制造业大国，这就等于给了中国芯片制造业崛起的一个重要契机。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军用芯片，因为现代化的战斗机、无人机、军舰、导弹等装备也不需要使用几纳米的芯片。一般而言，军用芯片更强调抗电磁干扰，更强调抗震、抗高温、抗低温以及高可靠性等符合军标的要求。在涉及卡脖子的关键领域，中国曾经创造过击败国际工业巨头的例子，比如几年前的液晶显示面板还是韩国企业的天下，现在几乎就变成了京东方的天下了。这里面就有中国国家战略布局的因素。中国企业可以先切入相对低端的加工制造领域，然后利用低成本优势和中国的市场规模优势，一举击溃国际竞争对手。等中国企业获得了最大的市场份额之后，再慢慢的侵蚀最高端的产品供应链，从而进一步实现控制江湖的大战略。别看拜登政府正在想办法打压中国的芯片制造工业，但是只要中国在24纳米以上的芯片制造领域获得突破，不断扩展产能，并且加速占领中低端的芯片市场，特别是功能芯片市场。当中国的芯片实现基本自给自足的时候，甚至呢将它们压低到白菜价的时候，那么美国芯片企业的噩梦期就将来临了。道理很简单，越高端的芯片越有可能会性能过剩，市场需求将会变小，不足以支撑美国的芯片竞争力的诉求。目前全球前100强芯片制造企业当中，已经有42家是中国大陆的芯片企业，
而且国内的产品也在工艺上追赶先进制程，而价格上则降低到了进口货的1/10。面对这样的情况，就让美国人焦虑和颤抖去吧。好，今天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